为什么在六道轮回中，佛陀反复强调人身难得？我们每个人都在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的苦海中翻滚。明明天道享乐，畜生道无忧，为什么连地狱的众生都不惜一切愿意投生为人？这样的生命形式，真的是像佛陀所说的最珍贵吗？佛陀曾为迦叶的开示，为我们揭开了真相。人道虽然充满痛苦，却拥有其他五道所无法比拟的三大独特优势。你绝对想不到，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人道的珍贵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佛陀带着迦叶尊者走出了静谧的祇树给孤独园，踏上了那条通向城市的古老小道。佛陀的步伐缓慢而坚定，身后跟随的迦叶尊者心中却是波涛汹涌。此时迦叶怀揣着一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，思绪纷乱，步伐也变得迟缓。世尊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说道，心中有一个困惑一直未能解开。世间的生命似乎注定要经历无尽的痛苦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这些苦似乎无处不在。而其他的道，如畜生道、恶鬼道，甚至是天道，看似并没有我们人道所面临的种种痛苦。那为何世尊您却常说人身难得，人道珍贵呢？究竟人道哪里不同？佛陀听后并没有急于回答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低下头看了看地上的尘土，然后缓缓说道，迦叶，随我一起去城中走一走吧，走一走，你便能明白。迦叶稍感疑惑，但依然随佛陀的步伐迈开了脚步，走向了不远处的城市。这个城市和佛陀讲道的地方截然不同，它是一个热闹而繁忙的商业中心，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熙熙攘攘的行人们忙碌着，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，忙碌的没有时间停下片刻休息。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，夹杂着土壤和烟尘的味道。他们首先来到了一个肉铺，店内一头牛正被屠夫捆绑在木桩上，惨叫声凄厉刺耳，显得十分痛苦。牛眼中充满了恐惧，但无论如何挣扎，仍旧无法挣脱束缚。看，佛陀指着那头牛道，这是畜生道的痛苦，众生被束缚在无尽的欲望与恐惧中，无法自拔。迦叶的心中不禁一颤，但他并未说话，只是静静地跟随佛陀走了下去。接着他们走过了一个小商贩的摊位，看到一位商人正对着几堆货物发愁。虽然他满面油光，看起来富裕，却眉头紧锁，神色疲惫。你看，佛陀轻声说道，这位商人虽有财富，却因生意亏损而焦虑不安，夜夜无眠。财富带不来真正的安宁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人道的痛苦不仅仅是外界的困扰，更多的是内心的焦虑与无常。两人继续前行，来到了一个热闹的酒馆。酒馆外，一群壮汉正在围殴一位年轻男子，拳脚交加，年轻人无力抵抗，只能蜷缩在地，嘴里不断求饶。看那年轻人，佛陀指着被打的男子说道，他因为赌债而被追债，肉体受苦，还要承受无尽的负担。他不仅忍受着外在的痛苦，还在内心深处承受着无法摆脱的债务压迫。迦叶看着那位年轻男子，心中感到一阵沉痛。他不禁又问，世尊，若人道如此多苦，为什么其他道的众生反而渴望投生人道呢？佛陀没有立刻回答，继续带着迦叶走过繁忙的街道，直到来到了一个华丽的府邸。府内传来了争吵声，一位贵妇与丈夫大声争执，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不安。你看，佛陀指向那座府邸，即使拥有荣华富贵，心中依旧满是痛苦。这位贵妇因丈夫的出轨而心生痛苦，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掩盖不了内心的裂痕，她依然无法逃脱爱别离与怨憎会之苦。迦叶听后沉默了片刻，他看到的每一个场景都让他更加疑惑，人道究竟有何珍贵之处？为何佛陀要强调人道的特殊性？接着
佛陀带着迦叶来到了城市的边缘，那里是一个坟场，坟场中的哭声震耳欲聋。一位老妇人抱着骨灰罐，泪流满面。她已经3天3夜没有进食，只是抱着那个罐子，似乎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。这位老妇人，佛陀轻声说道，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，痛苦难忍。生离死别是人道无法逃避的宿命。迦叶站在原地，感受到空气中那股浓烈的悲伤，他的心情愈发沉重，似乎看到了人道的无尽苦难。佛陀没有停留太久，而是继续带他走到城市的另一端。那里有一个乞丐正站在人行道上，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。乞丐伸出手来向路人乞讨，但大多数人都视而不见。这位乞丐，佛陀低声说道，他曾是一个富家子弟，可是家道中落，最终沦为乞丐。现在他忍受着饥饿与寒冷，还要面对人们的白眼与嘲笑。外在的贫穷让他受尽折磨，内心的自卑与羞耻更让他痛苦。迦叶的心中再次一颤，他看着乞丐的模样，心头升起一阵强烈的无奈与同情。可他依旧感到困惑，人道如此充满痛苦与磨难，佛陀为何依然强调其珍贵？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医馆，里面挤满了病人，有的咳嗽不止，有的伤口溃烂，有的面容苍白，痛苦不堪。佛陀停下脚步，指向医馆内的病人，说道，在这座城市里，许多人都因疾病而苦不堪言，病痛折磨着他们的身体，剥夺了他们的活力。即使有再多的财富，无法治愈的病痛也让他们陷入深深的无望之中。迦叶看着这些病人，心情更加沉重。他意识到，佛陀所说的人道苦并不是夸大其词，每一位走在这条街上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承受着生命中的痛苦。每个人的背后似乎都有一段未曾愈合的伤口，或大或小，或深或浅。突然间，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，老者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行走在路上，每迈出一步都似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迦叶看到老者步履蹒跚，不禁问道，世尊，老者为何如此辛苦？佛陀看着老者，缓缓说道，衰老的痛苦乃是人道无法逃避的宿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身体逐渐衰退，曾经能做的事情现在已力不从心。年轻时，这位老者可能是一名英勇的战士，而如今他连走路都需要借助拐杖。迦叶低头沉思，内心复杂万千。他看到的这一切都让他更加无法理解人道的珍贵。他们穿过热闹的街道，逐渐走向寂静的远方。就在这时，佛陀轻轻转过头，目光深邃，似乎透过城市的喧嚣看见了更深层次的真相。终于，佛陀开口，声音温和，却带有一种无法忽视的坚定。迦叶，你已经看到了人道的种种痛苦，或许你觉得它充满了无尽的折磨，但正是因为这些痛苦，它才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性。迦叶站在佛陀身旁，他的心中开始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期待，仿佛某种隐藏的真理即将揭开。然而，内心的疑问依然如影随形，未曾消散。佛陀的脚步依然平稳而缓慢，他并没有停下，反而继续带着迦叶走向未知的方向。世尊，您说人道充满苦难，但却依然具有特殊性，能否再为我解答其中的奥秘？迦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恳求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渴望。佛陀微微一笑，转身看向迦叶，眼中似乎有一抹温柔的光辉。迦叶，人道虽苦，但它拥有3种独特的条件，这3种条件是其他5道所不具备的。你今天所看到的种种苦痛，正是人道之珍贵所在。他顿了顿，眼神远望，仿佛能看透万千岁月，缓缓开口，让我告诉你这3种特殊之处。迦叶静静地听着，内心却充满了疑惑与期待。他迫切地想要知道，是什么样的条件让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依然被称为珍贵。首先，人道拥有自我意识。佛陀低语道，声音如同微风拂过湖面，平静却深远。你看，
在你看到的这些苦难中，无论是牛的哀嚎，还是商人的忧愁，乃至病痛缠身的老者，每一位众生都在无意识中经历着自己的命运，而唯有人道的众生拥有着自我意识。正因为如此，人可以在痛苦中觉醒，在轮回中思考，认知自己内心的欲望与执念。佛陀的眼神穿越了眼前的景象，仿佛看到了远古的记忆。你看那位扫落叶的僧人，他正在扫一片落叶，但他做的并不仅仅是扫除眼前的落叶，他在扫除自己内心的杂念。在他扫落叶的每一刻，他都能觉察到自己的存在，感知到内心的波动，体验着一份平和与宁静。正是这种自我意识，使得人道的众生能够在轮回的痛苦中寻找出一条超越的道路。迦叶静静地听着，内心的疑虑似乎开始被这份深邃的智慧所化解。然而他仍然没有完全明白，为什么人道如此特殊？难道仅仅是因为自我意识就能让他超越其他道吗？第二，佛陀继续说道，便是因果的力量。人道的众生拥有通过修行积累善业改变命运的能力。他顿了顿，目光闪烁。你见过的那些病痛中的人，贫困中的乞丐，债务缠身的年轻人，他们并非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相反，他们拥有改变自己的机会，只要他们愿意通过修行积累善行，转化自己的心灵。在其他道中，众生或许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。例如，天道的众生虽然享有无尽的福报，却不懂得珍惜，无法真正获得心灵的满足。阿修罗道的众生虽然力量强大，但却在永不停歇的争斗中迷失了自我。只有在人道，众生能够通过自己的修行去改变自己所面临的苦难。佛陀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与鼓励。你看，那些在佛法中修行的僧人，虽然生活简单，但他们内心平和，拥有着深刻的智慧与慈悲。他们通过修行积累了大量的善业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并且能帮助他人走出困境。人道并不是一个注定只能受苦的世界，它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舞台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因果的力量改变自己的未来。迦叶听后，心中渐渐明了。他想起了那些曾经在苦难中挣扎的人，若是他们能找到解脱的道路，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？是否有一天，连最深的痛苦也能化为智慧的火焰，照亮前行的路？最后，佛陀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深远的意味。人道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给予众生自由选择的力量。他转过头，看向远方，目光深邃，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。在人道，众生拥有选择的自由。虽然苦难无处不在，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些苦难。你可以选择愤怒与抱怨，也可以选择忍耐与放下。你可以选择沉沦于痛苦，也可以选择修行与觉醒。佛陀轻轻地笑了笑。你看，那个在扫落叶的僧人，他选择了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清静与宁静。他没有选择与世俗的纷扰为伍，而是将自己置于一片安宁的天地之中，修行、觉醒，最终走向了超越。迦叶的心中仿佛有一束光穿透了重重迷雾。他明白了，佛陀所说的自由选择，正是人道最为珍贵的部分。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，尽管痛苦无法避免，但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每一份选择都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超越痛苦，走向觉醒。你看，佛陀的话语如同一阵清风，拂过迦叶的心田。人道的三大特殊之处，便是它能够让人从无明与苦痛中觉醒，能够通过修行改变命运，能够在众多选择中找到通向解脱的道路。而正是这些特质，使得人道成为六道中最为珍贵的存在。迦叶听后，心中渐渐明了。他开始明白，人道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，它充满了痛苦与磨难，但正因为这些痛苦，他才拥有了最为强大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正是众生在轮回中所能获得的唯一机会，觉醒的机会。
改变命运的机会，选择自由的机会。然而，佛陀并没有就此停下，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低沉而有力。但是，迦叶，你是否意识到，尽管人道充满着机会，它并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桥梁，一个转折点。如果你错过了觉醒的机会，沉沦于欲望与无明，那么无论多少次轮回，你都无法脱离痛苦，依然会陷入苦海之中。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迦叶的内心猛地一震。他意识到，人道的珍贵并不仅仅在于他提供的机会，而在于他对每一个众生来说都不是最终的归宿。人道只是一个中转站，若不能在此觉醒，就永远无法超越轮回的枷锁。风吹过山谷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岁月与轮回。佛陀的眼神变得深邃而遥远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。所有的众生都应珍惜人道，珍惜这一刻的觉醒。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，最重要的是能否认清内心，明辨真理。迦叶看向远方，心中仿佛豁然开朗，他不再困惑，不再迷茫，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内心涌现。人道的珍贵，正是它让人有机会超越一切，觉醒并走向解脱。尽管人道充满苦难，但它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最终，迦叶抬起头，坚定地看向前方，心中充满了光明与希望。他明白了，人道虽苦，但它同样是最宝贵的。此时此刻，他对生命的理解已经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他不仅仅看到了痛苦，也看到了背后那片广阔的天空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